频道，台湾男子塔面线的频道。今天想介绍的呢，是在台中的龙岩洋行面线加鸡排。这间店呢，它店名蛮酷的，感觉好像不像面线店一样。那我过年期间有过来，可是没开啊。真的大家都是开心过年哎。那端上来这碗面线呢，是综合面线啊，热乎乎的，它是比较浓的勾芡。那吃起来里面呢有油葱，那咸度刚刚好。它有一点高汤的鸡粉的味道，还带有一些面粉味，还有一些羹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笋丝的关系啦，它笋丝还蛮多的，然后还可以看到香菜，还有这个很像小米，就是蒜片的东西，吃起来有点像米的口感，小米的口感，不太确定是什么。那它大肠的部分呢，颜色蛮白的，吃起来很软嫩，它没怎么卤，可是蛮好吃的。那我有加了它的这个辣油来提味。那整碗面线呢，吃起来就变得更好一些咯。那我也点了它的鸡排，中午就想吃鸡排的人又有福了。它鸡排啊是现炸，立刻吃。然后，我觉得它是比较像台式鸡排那种啦，它就是肉蛮厚的哦，很烫，很好吃，分量超多的，几乎都是肉。那它是薄皮啦，我感觉它炸的恰到好处，也看它的那个肉的颜色啊，微微的粉粉的。那吃起来软嫩有汁，调味是适中的，那带有一些腌制的香气。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趁热吃因为它如果冷掉的话，会变得有点像便当的感觉。哇，真的太可怕了！下面又进入了杂谈的时间，可怕什么？就是我刚才讲了大概10分钟的读书心得分享啊。然后呢，我想说，我还是先不要把它全部讲完好了，因为如果讲完的话，到时候如果又当掉的话，那不就惨了？那我就讲到一个段落之后，我想好，那就先到这里先停。结果我一停，哇，真的就不见了，太可恶了吧！哇，这个心情实在又让我低落起来。手机到底怎样？好了，不要抱怨，赶快再重新讲一下。我今天想要讲的是读书心得分享。那今天要讲的是《金钱心理学》这本书呢，我大概看了快要1个月才看完吧。然后呢，真的蛮厚的那我今天做了蛮多笔记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过有兴趣的人再继续看下去，后面内容还蛮多的。好，开始。书里面有讲到啊，2分钟的锁匠不好，1个小时的才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被锁在门外啊，然后请锁匠来帮你开门的时候他2分钟就把门打开了，搞定了，然后就跟你收一笔钱，跟你搞了1整个小时才搞定了这个门锁呢，然后跟你收同样的钱，那你会觉得说第二个好像比较划算，那个2分钟的好像就不太划算，怎么那么轻松？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奇怪的一个心理矛盾会忽略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这个锁匠他的一些技巧啊、能力啊、经验啊。你都不了解，你就会以为说，他所付出的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像他书里面有提到，像之前毕卡索帮一个女士画素描，然后他花了大概10几秒吧，然后那个女士就觉得说，哇，你才花这么几秒就把我画好了，然后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有价值。然后毕卡索是跟他说这个呢，这幅画花了我1辈子，加上刚才的那10几秒的时间。这句话就是可以去表达了。其实呢，我们人呢都会去误会了里面其中的一个价值所在。可是我自己本身也有经验就我以前电脑有问题，然后就没有网络，那我找工程师来帮我修电脑，他跟我收了500块，那他摸了10几分钟才走。那我就问他说，这哪里有问题啊？因为我自己想学嘛，我有兴趣。然后他就说全部都错。然后后来我自己去发现说原来只是一个设定没设定好而已啦。不过呢，年代久远我也是忘了什么设定了。不过我记得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就是只是点一下就好了。他就不跟我讲就可能就是害怕说，我可能会以为他怎么没做什么事情就收了那么多钱。然后后来我自己也有去学电脑学组装最后还跑去电脑组装公司上班，然后还有帮客人重关电脑那时候很好笑那时候就是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客人的电脑坏掉，然后呢结果呢我们就把他 A 坏掉 ，A 这个部位坏掉了，结果我们叫他把 A、B、C、D 全部都换新的。当然客人也负担得起啦，那只是他其他东西其实没有坏掉，所以其实没必要全部换掉不过呢，那时候的公司就为了赚钱嘛，他们是鼓励我们这样做，因为这样才有业绩所以在这边呢，也让我看到了一些社会的现实面咯。继续讲回来这本书金钱心理学。
他说啊，金钱有金钱游戏也各种种类无数啊。那我们不止在玩，还常常被戏耍。我觉得人生也是这样啊，就我们在玩这个人生游戏的时候，也常被耍嘛，因为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赌场。那他书里有讲到啊，货币可以改变人类的生活，那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反过来讲啊，货币也是可以让我们探索天赋热情啊。怎么说？就是你做的事情如果能够赚钱的话，就是真正能够运用到一个更高阶的货币的意义。这对我来说就觉得说，有很多的可能性。那书里提到啊，很多的价格主张。价格主要在反映东西的重要性。那作者说，其实啊，价格应该是要反映机会成本，就是你花钱做这个事情之后，这个价值值不值得？因为你可以把这个事情、这个金钱拿去做别的事情，买别的东西，就是一切都是机会成本。折扣的魅力，就是人呢就会用相对性来评估价格。所谓的相对性，就是你会觉得说，现在变便宜了，有打折这样子，所以有一些商人啊，他们商业手法就会先把价格拉高，然后再打折扣下来。会让客人呢觉得说，好像自己在做一个聪明的决定。其实呢，他都已经早就设定好了。其实你就是他们会给你线索啦，给你一些暗示让你可以自行比较，让你觉得说，我做了一个好的决定哦。然后还有提到一个，就是他把一个便宜的黑珍珠跟钻石摆在一起，去做展示，那借此来提升珍珠的价值。因为大家都知道钻石很珍贵嘛。然后珍珠呢，其实那个东西，他们的黑珍珠其实不值多少钱。不过因为自从跟钻石放在一起之后呢，大家也觉得黑珍珠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书里还提到啊，定锚的数字啊，会很大的影响价值评估哦，就是让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因为定锚这个东西对我们的价值评估影响太大。他先把价格拉到那么高，让你去做比较之后，你会觉得说80块其实不算贵，因为它还有卖100块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定锚的比较粗俗、浅显易懂的一个说法。定锚的模式啊，就是会根据我们过往的选择跟经验啦。所以呢，作者劝告我们要突破定锚的陷阱。然后他也说，不要相信自己所有的思考。这句话听了真的蛮可怕的，就觉得说我还能相信谁啊？不过自己想想也是没错啦。就我在投资的路上犯了蛮多蠢事，也是在当下难以察觉的。然后书中呢有提到了所谓的最后通牒赛局，就是一个分钱游戏哦。人类啊在面对不公平的感觉的时候啊，完全会影响到你的决策，然后反而呢有可能不去选择结果对自己最有利的做法。就在这个游戏里面啊，怎么讲这个游戏？我们常常会因为不公平而想要惩罚对方。他书里面这个故事是怎样？我解释一下，就是分钱游戏，就是啊。你给，比如说有 A、B 2个人好了，然后 A 拿到100块钱，然后呢，他可以决定自己要分给 B 多少钱。然后呢，如果 A 给 B 50块钱，那 B 当然欣然接受嘛。那2个人都各拿一半的钱，皆大欢喜。那今天如果说 A 给 B， 比如说好3块钱，那 B 就会觉得不开心啊，为什么你可以平白无故拿了97块，我只能拿3块？那 B 他就说，那我不接受，那这就是终止取消。然后所以 A 跟 B 2个人都拿不到钱，但是 B 呢，竟然会为了惩罚对方啊，惩罚这个所谓的他们不认识，而且永远都有可能不会往来的人，那这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心理对不公平产生的一个现象，因为大脑并不喜欢不公平。我想要再补充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不喜欢对自己不公平啊。然后它里面书中提到啊，只有经济学家才会接受自己不公平这种体谅，然后理性的去获取利益。因为不管怎么说，你就是会平白无故拿到钱嘛，所以分给你多少钱其实都无所谓。不过就是人类的大脑就是会觉得说，那我不要，那大家都不要，玉石俱焚。我觉得反过来，它里面说啊。他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对手是经济学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残酷的利用他们的理性来给予他们不公平待遇。哇，真可怕啊！反正大众啊是会试图去惩罚不公平的啦，他们会宁愿伤害自己啊，这种倾向还蛮可怕的。多数人都会发挥公平感的正义啊，去放弃看起来不公平却有良好价值的事物，这就是啊被情绪影响掩盖了理性。然后人类啊。会愿意为了看起来更费力的事物去支付更高的费用，反而那些技术更好啊、轻易完成高技术的东西啊、看起来毫不费力的啊，他们就不愿意去支付更高，然后这就忽略了忽视
操作者的专长知识跟经验，这就是一开始我讲到的。所以呢，我们其实要了解到一点，就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商业的这一方的话，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自己到底有花了多大的功夫跟心力，去做一个这件事情，这样人家才会能够了解我们的价值，才不会低估我们的价值。有一个很好笑的举例，他是说，有一个核弹要爆炸了，然后那个超级英雄啊，要赶快去拆解它。那世界的命运啊，危在旦夕的时候啊，我们会希望他笨手笨脚，翻弄半天都搞不定，还是说要他很快速找到停止爆炸的一个正确的线，去把它剪断，化解世界的危机。那语言的力量也很强烈哦。书中有提到啊，去掉了80% 脂肪的牛肉，跟留有20% 脂肪的牛肉，哪一个感觉比较健康？我们就会觉得说，前面那个去掉了80%，感觉好像比较不错。这就是一个文字力量。里面还有一个例子是上面写的菜单，我觉得这菜单看起来好好玩哦。他说，从上千种品种里面挑出来的精选洋葱，保留特殊的混合风味，进口自世界各地，通过专家的变异数分析。这是什么洋葱啊？这是什么料理？笑死我了。反正呢，这个说明可以改变人们的价值评估啦，就是语言呢可以引导我们的体验啊，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某个方向、某个部分，那我们可以去赏识整个体验。所以语言文字呢，其实会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去聚焦、注意，还有放慢我们的感受，用不同的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消费词汇啊，会用来表达创造力跟独特性，还有健康。还有它的格外的费力，像是纯手工啊、单一产地啊、单品啊、公平交易、有机生产、什么什么认证、环保，都是在暗示这个东西很费力哦，需要有更多的费用。尤其有些文字让你看不懂的时候啊，就会让我们感到好像专业感满满的。我觉得这个前提就是不要太浮夸啦，乱扯也是会扣分的。那在难解的灰色流程还有仪式有复杂感，虽然实际的流程啊不一定要这么复杂，但是呢，我们所感受到的复杂感啊，会对体验这个价值有更好的评估。就是你把这个东西搞得很复杂、很费力的样子的话，人家就会觉得这好像更值得。作者还有提到，我们要怎样去让自己更理性一点点啊？其实就是去试着跟未来的自己交谈，就去建立情感。建立了情感，你就会更为未来的自己着想。而且你可以试着去定一个日期啊，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要退休啊，像我就是我什么时候要离职啊，就有明确的日期，会对未来产生比较明确的影响，让未来呢变得更鲜明啊，更具体，那你会去珍惜，然后会去具有关联性。然后里面有一个提到款待自己的章节哦，就是你要为了未来的福祉啊，所以现在做的牺牲。比如说它里面提到一个人，他必须去注射让他非常痛苦的药物，然后呢，在这个之前，这个人他会去挑一个好的喜剧电影来看，他说这样可以减轻自己的痛苦。那可是我看完这段的时候，我觉得不太认可，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最后可能会把痛苦的感受跟喜剧电影连接起来了，那到最后我就完全不想看喜剧电影了。这一段可能是我唯一整本书里面最不认可的一个部分。那作者还有提到现在的社会发达嘛，那个信用卡、行动支付这类的一个金融产品发明之后，让我们对花钱呢变得更轻率、更随性、更频繁。所以呢，这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我们人呢，在思考未来的自己的时候会比较冷静。会去冷静的思考，那思考现在的自己的时候就是会充满了情绪跟欲望。里面的举例就是你现在给你一个巧克力，或是1个礼拜之后给你一个巧克力，这是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呢，就是1年之后给你一个巧克力，或者是1年又1个礼拜之后给你一个巧克力。那觉得这边就感觉没什么差别，对不对？当然觉得除了样本的那个体量大小之外还有作者想表达就是这个时间在遥远的未来的时候呢，会减少很多现在的情绪反应、欲望。所以关于诱惑，这里面还有举一个例，我觉得还蛮赞的。他说大家都知道开车使用手机会有出人命的危险可是我们在当下又抵挡不住想要使用的欲望，像这种愚蠢是情绪作祟就是不想延后享受。我们对于避开死亡的能力常常都会过度自信。
那种种原因啊，结合起来扭曲的价值评估，在想象中的未来啊，我们就是完美的人嘛，就是我们会以为自己知道做什么是正确的事情，那呢，在当下我们却常常会受到情绪左右。我觉得这跟我很多的一个投资行为都非常契合，所以就觉得感受很深。就是你会以为现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事情，但你可能忽视了你这个行为里面的情绪因素，而不够理性。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控制自己的自制力啊，要常常跳脱出自己，让自己可以更客观的、更理性的看自己，才能够呢，不要失去自制力，不要做出不理性的决策。然后啊，作者有提到像一些电视节目啊，都在鼓励大家失去自制力，就是看谁最疯狂啊、最有趣啊。那其实我觉得这有时候是节目效果啦，但在潜移默化里面会进入我们内心当中。当然就是面对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活得疯狂一点啊，就是充满热情啊、童真啊，是更好啦。但是，如果你面对的事情啊是需要理性处理的时候啊，是不是你能够找回一个正确的信念跟价值观，然后去做出正确的决定，就是我们必须要分辨清楚的地方，也是最大的考验之处啦。尤其啊，我们在面对一些挫败的时候啊，就是心理素质要怎样才能够变得更强啊，这也是我的一大课题。人生就是集合了很多人的恐惧啊、贪婪啊、欲望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从这里面呢找到自己的理性。那么以上就是金钱心理学我所写下的一些笔记，还有一些心得感想，希望对大家也有帮助。那当然里面有掺杂了一些我的个人认知啦，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觉得想要了解真正作者的原意的话呢，建议还是一定要去找书来看哦。那以上的杂谈就到这边结束，拜拜。在价格的部分呢，作者也提到低价会引发不安，这我感同身受，就觉得太便宜的东西，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有问题啊？尤其是吃的，但相对啦，这个东西也给了厂商一个定高价的机会，因为高价会暗示高价值、高品质。我想到我以前去我一个朋友打工的咖啡店喝咖啡，那我就问他说，你们咖啡为什么那么贵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们是用比较好的咖啡豆啊。然后我听了就原来如此。然后现在才知道说，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好理由。